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对于日本人来说，70岁之后的生活方式对于退休生活变得非常重要。在专门从事老年医疗领域工作的医生们都表示，想要延迟需要护理的时期，保持健康和活力的生活，取决于您如何度过70岁的时光。为什么是70岁呢？如果你想了解答案，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本次视频中，我想要介绍的是备受推崇的评论家和精神科医生和田秀树先生所撰写的《70岁是老化的分水岭》一书。他是一位专门从事老年精神科医疗工作超过30年的医生，着重关注70岁这个年龄段，并通过他的临床经验和观察经验，提供了许多有效的生活方式。这是一本非常优秀的书籍。如果您目前已经是70岁的人，即将迎来70岁，或者您的家人和朋友中有老年人，本书一定会对您有所帮助。它不仅提供了关于老化的前沿知识，还能帮助您获得最新的知识。因此，不仅限于70岁的人，我希望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能阅读这本书。在本视频中，我将介绍以下内容：第一，如何享受充满活力的晚年生活的关键，关于70岁的讨论；第二，延缓衰老的70岁生活的3个选择；第三，如何与医疗保健合作，以避免缩短寿命，关于70岁的医疗问题。让我们一起探索70岁的生活方式，如何延缓老化，以及与医疗系统的互动。那么，让我们立即开始第一部分：如何享受充满活力的晚年生活的关键，关于70岁的讨论。开始解释吧。首先，当我们提到70岁时，大家对这个年龄段有什么样的印象呢？最近的70岁的人与战前出生的70岁的人相比，他们看起来更加年轻、健康、精力充沛。你们觉得老化的情况有所改变了吗？实际上，根据作者多年来对老年人的诊疗经验，他感觉现在的70岁的人比以前的70岁的人年轻了大约10岁。例如，在1980年代，约有10%的65至69岁的人无法正常行走。然而，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已经减少到2%至3%。那么，为什么现在有更多元气的70岁的人呢？我想你们可能已经有所察觉了。首先，原因在于战后营养状况的改善，这使得成长期的年代得到了改善，寿命延长。现在，他们成为了年轻有活力的老年人。战后结核病的死亡人数大幅减少，这要归功于抗生素和疫苗的发明。此外，真正的原因是由于人们开始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从而提高了免疫功能。战前的日本人摄入的食物虽然在热量方面还过得去，但蛋白质的摄入量非常少，导致免疫力较低。当日本年轻人不再因此而死亡时，平均寿命迅速增长。此外，体格也得到了改善。男性的平均身高在1970年前后超过了170厘米。而在那个时候，比日本的营养状况更好的美国，早在日本之前就出现了元气满满的70岁的人。据芝加哥大学的老年学权威教授称，从60岁半到70岁半的年龄段被称为年轻老年人。他指出，大约在50年前的1974年，人们在75岁左右的时候，在体力和智力功能方面与中年时期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然而，当人们过了75岁左右，认知障碍开始出现，需要护理的人也逐渐增加。因此，将这个年龄段定义为老年人。在日本，从进入1990年代开始，大约到75岁左右的年龄段，智力功能、体力和内脏功能等与中年时期相差不大。许多老年人能够过上与工作时期相似的生活。目前70岁的需要介护的老人在减少，因此可以期待到80岁左右，许多人仍然能够过上与工作时期类似的生活。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即使到了70岁或80岁，我们仍然能够保持活力，过上与工作时期相似的生活。这意味着我们有足够的机会享受退休生活。70岁的10年是中年时期的延长阶段，也是活动期的后半阶段。在70岁时，我们仍然保持健康，头脑清晰，应该在80岁以后保持这种状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从这个经验来看，
有人认为未来的活动期会进一步延长，80岁的人也能过上与工作时期相似的生活。然而不幸的是，这是一种幻想，我们生活在100岁时代。我们不是变得年轻，而是通过医学的进步不再死亡，成为超长寿者。当我们达到80岁时，每个人都会进入老年阶段，然后经过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通过医疗机构的帮助，我们的寿命会再延长5到10年。老年期的时间大约是之前的2倍左右。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会面临2种选择：是保持健康活跃，还是需要护理或者因病而接受治疗。70岁是人生最后的活动期，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时期将成为分水岭。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因为克服结核病而延长了20年。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如果癌症的治疗方法得到确立并克服，平均寿命可能再延长5年。此外，随着干细胞治疗各种器官再生疗法的普及，未来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通过这些医学进步，我们将不再因为以前会导致死亡的疾病而丧命，因此可以预期人类的寿命会继续延长。即使我们克服了当前令人恐惧的疾病，确立了使用干细胞治疗的方法，可以使衰弱的器官重新恢复和年轻化。但据说我们无法停止大脑的老化或者重新生长大脑。在构成人体的所有细胞中，只有大脑的神经细胞不进行细胞分裂，不产生新的细胞，而是持续使用同一组细胞。例如，即使将干细胞接触到大脑的神经细胞上，我们无法确定是否会产生新的脑神经细胞。即使产生了，也是在没有任何数据的全新领域。在我们的一生中，将数据转移和移植到新的神经细胞上的技术是不可能的。作者说道，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目前还没有根治的治疗方法。无论医学取得多大进步，克服了多少重大疾病，并使各种器官年轻化，最终人类仍然无法避免大脑的老化。作者在担任老年专科医院期间，每周都会接受到关于已故患者的病理解剖报告。从这些报告中，他发现在85岁以上的人群中，没有一个人的大脑没有阿尔茨海默病型认知症的变性。换句话说，超过85岁的人普遍会患上阿尔茨海默病，这在这个年龄段是正常的。一旦超过这个年龄，每个人的大脑都会逐渐老化。随着寿命接近100岁，身体的发展和大量的支持，使得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然而，大脑却不会如此。这意味着我们将面临与认知症等大脑老化和疾病共存的晚年阶段的延长。现代人的晚年生活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为了健康地度过长期的晚年，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在80岁以后保持大脑功能的活跃，以及如何延长70岁时的运动功能。这些都非常重要。人生的晚年活动期是迎接健康的80岁非常关键的时期。如果没有受伤或重病，那么在中年时期，大多数事情都能够顺利进行。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可以保持身体和大脑的年轻状态，并延迟需要护理的时期。顺便提一下之前提到的努力，并不意味着作者推崇一生与老化抗争下去。近年，随着抗衰老医学的进步，不仅可以保持身体的健康，还可以在外貌上保持与活跃时期相差不大的状态。然而，80岁以后，我们都不可避免的要接受老化。在迎接80岁之后，我们可能会更频繁地寻求他人的帮助。如果无法接受真实的自己，长达15到20年的老年阶段将变得困难重重。我们无需对自己变老感到失望或厌恶。对于老化的接受方式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对于80岁的人来说，接受自然的老化过程，并以真实的自己生活，可能是最好的方式。有些人认为，在80岁后仍然保持活力、保持生活质量和身体灵活性非常重要，而有些人可能不希望变老。如果您希望实现这些愿望，那么在70岁的时候，努力保持年轻的大脑和身体将是至关重要的。请记住，这种努力将在80岁之后产生重大影响。接下来，我将在第2部分讲解
如何延缓老化的70岁的生活3选。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了让70岁的人在晚年保持活力，应该如何生活。在这里，我将重点介绍本书中我个人认为特别重要的3个方面，并进行解释。1.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退休。2. 预防老化的最好药物就是工作。3. 如果想长寿，不要节食。我将按顺序详细解释这3个方面，让大家更易理解。首先，让我们从第1个方面开始，即如何延缓老化的70岁的生活。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退休。目前，随着延迟退休和退休后的再雇佣等政策的实施，即使年纪大了，人们也有机会继续工作。但是，对于70岁左右的人来说，有些人可能选择退休，将自己的店铺交给其他人接手，然后在余生中什么都不做，只是过着悠闲的生活。这种情况在老年话题中经常被讨论。然而，很多人在退休后的生活中，没有认真考虑过该做什么，就匆匆退休，一下子停止了所有活动，这是一个常见的模式。实际上，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化加速模式，会让人突然衰老。即使是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的工作，也比我们想象中更需要身体活动。而且在工作中，我们需要进行知识性活动和与他人的交流，需要动脑筋。但是如果只是待在家里，没有这些活动，运动功能就会下降，患认知症的风险也会增加。特别是大脑前额叶是老化加速的一个部位，前额叶负责创造力、共情能力和应对意外情况等功能。这些功能的丧失会导致对各种事情失去动力，变得懒散。日常活动量的减少会加速运动功能下降和大脑老化，甚至在外貌上也会给人一种无精打采、没精神的老人的印象。这样的情况是每个人都希望避免的。因此，在退休之前，我们需要提前决定在工作之外要做些什么，并做好准备。如果只是说退休后再慢慢考虑，很快就会习惯懒散的生活，并且这种习惯会变得固定。实际上，前额叶的老化从40多岁开始，并且随着年龄增长，动力的减退是很自然的事情。到了70岁，意愿的下降比年轻时期更为常见。所以，我们需要更加意识到，不能让懒散的生活成为习惯。因此，开始一份新工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样做不仅可以在金钱上有更多的余裕，还可以在延缓老化方面起到作用。在退休后重新就业，进入新的工作环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当然，作者并不否定享受退休生活这个选择。然而，我希望你能充分意识到，一旦超过70岁进入这种生活，会有大脑功能和运动功能下降的风险。我希望在这里再次强调，认为因为年纪大了就退休的想法本身就是老年生活的风险。雇佣形式并不重要，可以是兼职工作，重要的是与社会保持联系，这是保持活跃水平、保持年轻的秘诀。当然，不仅限于工作，继续自己的兴趣爱好，与他人合作，对他人有帮助，被他人需要的社会参与也是可以的。在退休后，您可以担任社区委员会的职务，成为公寓管理协会的成员，参加兴趣小组，进行志愿活动等等。这些都是您可以继续活动的场所。为了避免突然停下来，进入懒散的生活，进入70岁时仍然保持活跃的意识是关键。接下来，让我们转移到第2个方面，即老化防止的最好药物是工作。我们已经讨论过工作可以延缓老化的效果，这一点也可以从一些统计数据中得到解释。作者关注了长野县和冲绳县的平均寿命和老年人就业率。首先以长野县为例，以前该县的平均寿命数据在全国排名较低，但从1975年男性记录全国第4位开始就开始上升。自1990年代以来，该县多次记录了全国第1。女性方面，即使年纪增长，也在2000年成为全国第1。根据调查数据，2015年男性平均寿命为81.75岁，排名第22位；女性平均寿命为87.67岁，排名第1位。这一结果的原因被认为是长野县拥有昆虫饮食文化。
如蚕蛹和蜂蜜等，以及山区较多，人们经常在山道上行走，腿脚强壮。然而，作者认为长野县老年人的就业率多次记录为全国第一，可能才是真正的原因。另外，长野县的老年人人均医疗费用是全国最低水平，也就是说，健康的老年人不会给医疗系统带来过多的负担。那么，冲绳又如何呢？冲绳给人的印象可能并不是长寿，但实际上长寿的是女性，而男性的平均寿命在全国的排名在30位之后。为什么在相同的气候和环境下，男女寿命差距如此之大呢？作者认为，这也可能是高龄者就业率的原因之一。冲绳县男性高龄者的就业率在全国最低，而对于女性来说，有些人从年轻时期就是全职主妇，即使年纪大了，也可能继续从事家务工作，因此活动水平并没有大幅下降。而就业率对寿命的影响可能没有男性那么大。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进入70岁或80岁，不退休或重新就业的人，也不必以与年轻时期相同的工作方式来工作。更重要的是，利用多年积累的经验、技能和知识来帮助他人，为社会做出贡献。这对于退休后的人们来说，可能是有价值的。当人变老后，可能无法获得年轻时期的成就。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会责备自己或感到沮丧。然而，选择工作是值得赞赏的，因为通过工作，我们可以为他人提供帮助。当人变老后，不应仅仅以收入或成果来评价自己，而是应该看重自己能够参与社会，为他人做出贡献的能力，即使是一些小事情，也可以有价值。接下来，让我们转向第3个方面，即如何延缓老化的70岁的生活。不要进行节食。关于进行节食减肥的问题，您可能认为这对健康和身体有益，但这取决于个人的身体状况和年龄。现在，当人们在代谢症候群筛查中被诊断为稍微有些超重时，会接受生活习惯改善的指导。所以，现在的时代，有些人甚至认为稍微发胖一点都对身体不好。然而，作者表示，除非出于疾病需要进行饮食限制的情况，否则在变老后进行减肥可能会增加突然衰老的风险。至少在70岁之后，应避免进行减肥。在宫城县进行的一项大规模调查中，涉及5万人的研究发现，相对较瘦的人比稍微胖一点的人早逝6到8年。而在这项调查中，最长寿的人是稍微丰满一点的类型。根据这项调查的结果，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正确的。此外，根据对美国国民健康和营养调查进行了长达19年的追踪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最长寿的人是 BMI 为25到29.9的稍微胖一点的人，而 BMI 低于18.5的受刑人群的死亡率竟然是前者的2.5倍。然而，在日本，根据统计数据， BMI 在25到30之间的人被视为肥胖，会被建议减肥。根据统计数据，这种减肥实际上会缩短寿命。请回想一下您周围的人，70岁到80岁之间没有疾病，大脑和身体都健康的、活力十足的人会很多吧？因此，当进入70岁时，不要轻易进行减肥，而是更关注营养摄入不足，而不是过量摄入。特别是在变老后，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加速老化，并影响免疫力下降，增加各种疾病的风险。如果由于胃不好而无法进食，那是无可奈何的。但如果你喜欢进食并且身体健康，那么即使想吃，也不需要过于强迫自己克制。即使要控制体重以避免过度肥胖，也不需要以代谢症候群筛查的标准为准，而是将稍微丰满一点作为目标。过于苗条的身材实际上会缩短寿命。接下来，在最后一部分中，我将解释70岁与医疗保健的互动方式，以延缓寿命缩短。关于70岁与医疗保健的互动方式，我希望大家记住一点：日本的医生并不是长寿的专家，他们只是各自所专攻器官的专家。他们所说的对身体有益，并不意味着对长寿有益，而是在他们专攻的领域内有益。如果真的想要长寿，我们应该放弃那种
只要听从医生的指示就能长寿的想法。作者建议我们要抛弃这种想法。例如，心脏病专科医生建议降低胆固醇，是因为高胆固醇会增加心肌梗塞的风险，导致死亡人数增加。这听起来可能是正确的，但胆固醇的降低会降低免疫力，从而导致癌症的风险增加。那么应该怎么做才能保持胆固醇在合适的水平，从而延长寿命呢？根据综合考虑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胆固醇水平与较长的寿命有关，而反之则很少见。因此，如果我们盲目地相信心脏病专科医生的建议，拼命降低胆固醇可能会缩短寿命的可能性。医生只是根据他们在特定器官的专业知识来评估好坏，并没有提供关于整体身体健康的综合建议。作者强调了这一点，呼吸内科医生会根据呼吸器官的健康提供建议，消化内科医生会根据消化器官的健康提供建议，以此类推，他们只是从各自器官的专业角度来诊断患者。但实际上，70岁后，身体的所有器官功能都会下降。如果只关注某个器官，按照他们的建议行事，那么该器官可能会恢复正常，然而其他方面可能会出现问题，最终对整个身体造成严重损害的可能性也无法忽视。据说，经常有人因为接受医生提议而进行不确定必要性的治疗或手术，结果降低了生活质量，尤其是在70岁之后。作者说，我们应该养成不仅仅听从医生的建议，而是培养自己思考的习惯。我们需要判断医生的建议是否有助于我们实现长寿目标，或者过上我们理想中的晚年生活。为了做出这样的判断，我们需要进行自己的信息收集，听取其他医生的意见，并且不吝惜努力。这是否会让人感到麻烦或者懈怠？选择是您自己做出的。所以，如果你想保持健康并延长寿命，不要盲目听从医生的建议，而是要问自己应该依靠谁。其中一个是基于统计数据的医疗研究。医学是不完全的，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研究结果被采纳，一些被广为人知的健康常识也会被推翻或变得毫无用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曾经被认为对身体有益的人造黄油，现在也含有反式脂肪酸，而被认为对身体有害，因此现在很少见到。目前被认为最有效的药物，未来可能会被更好的药物取代而不再使用。对于当前各种疾病的处理方法，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过时。这是所有学科都共同的规律。医学尽管是一门学问，但仍然是不完全的发展中学科。因此，基于实际情况的统计数据是最可靠且最不虚假的信息。例如，东京老年综合研究所的医学博士柴田博士在高龄者研究方面做出了许多出色的研究成果，作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他的数据。柴田博士追踪调查了长寿者的实际情况，探究了他们是如何生活、他们吃什么食物等。他的研究涉及到100岁的长寿者的实际情况。与其向医生寻求长寿的建议，我们更应该从身边长寿者那里借鉴智慧，参考他们的生活方式，这可能更加有效。然而，当我们年纪较大时，可能因为某种原因不得不定期就医，这会增加与医生交流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合适的医生也是关键。最简单的医生选择方法是通过与医生讨论药物来判断。例如，当服用处方的降压药后感觉不适时，坦率地告诉医生，如果医生能够理解并与您共同解决问题，那就很好。但如果医生说您的血压正常，没有问题，或者说这是很有效的药物，不用担心，那可能意味着医生不愿意重新考虑所开的药物。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建议我们考虑是否继续在这家医院就诊。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间的身体功能差异会变大，同样的药物可能会对某些人产生严重的副作用，而对另一些人则没有问题。这是很正常的。如果医生坚持认为这种药物是正确的，按照教科书上的诊断进行，那么对于70岁以上的人来说，这样的医生可能会引发很大的不安。实际上，这样的医生可能缺乏对老年患者的诊疗经验，
或者缺乏对老年人诊疗的基本了解。因此，70岁的人应尽量选择那些有丰富老年患者诊疗经验的医生，他们能够让患者舒适地度过每一天。换句话说，理想的医生应该以患者的生活质量为第一要务。那些过于执着于自己的诊断并强加治疗方法的医生，对老年人的身体了解不深且缺乏灵活性的医生应该避免。在选择医生时，还需要注意性格是否相投。如果每次见面都感到疲劳或不喜欢与医生见面，明智的做法是不要与这样的医生继续合作，因为患者是支付医疗费用的一方，不必过于在意过去的关系。可以尝试更换医生，当然，如果等待时间太长而感到不满意，也可以忍耐一下。优秀的医生通常会因为患者众多而导致诊所拥挤，但他们会尽力进行仔细的诊查。他们笑容可掬，易于交流，营造出轻松的氛围。患者可以坦诚地与他们交谈，感到舒适和放心，并且建立起信任。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前往医院就诊。所以，无论是70岁的患者还是其他年龄段的患者，都能够找到这样的医生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这些知识能帮助到您。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